想象一下，你独自在诺瓦斯科舍的森林深处徒步，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突然，你的目光被一抹粉色吸引，那是一条撕裂的毛毯，扮演在灌木丛中。你蹲下身，触碰那熟悉的纤维，寒意瞬间爬上脊背。这不是普通的遗落物，这是莉莉、沙利文和杰克·沙利文的线索，两个在2025年5月2日从家中神秘消失的孩子。7周后，皇家加拿大骑警 RCMP 宣布，这不再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莉莉·沙利文6岁，棕色头发，门牙间有可爱的小缝隙，总是被奶奶贝琳达·格雷称为小公主。杰克·沙利文4岁，严肃的小男孩，即使被逗乐也很少露出笑容，仿佛总在认真地观察这个世界。他们生活在诺瓦斯科舍的兰斯顿站，一个安静的乡村社区，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崎岖的 ATV 小道。他们的家并不富裕，母亲玛莱亚·莫里和继父丹尼尔·马泰尔带着3个孩子莉莉、杰克和婴儿梅朵，过着平凡却充满爱的生活。玛莱亚被邻居形容为温柔的母亲，总是轻声细语地对孩子们说：“莉莉，妈妈是怎么说的？”而丹尼尔则是一个努力维持家庭的男人，尽管生活压力让他们时常争吵，但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莉莉和杰克的亲生父亲科迪·沙利文早已与玛莱亚分手。据他的母亲贝琳达透露，科迪在分手后选择了走开，放弃了对孩子的抚养权。然而，法庭记录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科迪有着长达数年的犯罪记录，从2021年到2025年，他多次因违反法律而对簿公堂，甚至在2025年10月10日还有一场未决的听证会。这些信息从未被贝琳达公开，而玛莱亚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不愿让孩子们与科迪共同生活。家庭的裂痕不止于此。儿童保护服务机构 CPS 早在莉莉和杰克失踪前的几个月中就介入了这个家庭。部长斯科特·阿姆斯特朗证实，机构对孩子们的居住环境有所担忧，但具体细节被严格保密。玛莱亚和丹尼尔的家被描述为像营地一样脏乱不堪，与玛莱亚一贯整洁的形象大相径庭。邻居回忆，家中常有争吵，传言杰克脸上曾出现过淤青。这些线索拼凑出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图景，但没人能想到，这一切会成为悲剧的伏笔。2025年5月2日上午10点，皇家加拿大骑警接到一通来自马来亚的911电话。他声音颤抖，称6岁的莉莉和4岁的杰克从家中失踪，可能是走进了旁边的森林。警官迅速赶到现场，起初以为这是一起常见的儿童走失事件。毕竟，诺瓦斯科舍的森林密布，地形复杂，孩子迷路并不罕见。警方的初步假设是，莉莉和杰克可能在玩耍时走得太远，迷失在树林中。然而，搜索很快变得异常。12000小时的搜索，覆盖了8公里范围内的森林、废弃矿井、井水和化粪池，却一无所获。没有脚印，没有衣物碎片，甚至连一个玩具都没有找到。唯一发现的是一双疑似儿童的靴子印，但无法100%确认属于莉莉或杰克。搜索队长回忆，我们进行了紧密网格搜索，队员几乎肩并肩，但森林太密了，有些地方连2英尺外的队友都看不到。风暴菲奥娜留下的倒塌树木和荆棘曾让搜索更加艰难，但即使如此，孩子们似乎凭空消失了。更令人不安的是，警方从一开始就将调查方向定为寻找尸体，而非失踪儿童。丹尼尔·马泰尔在接受测谎仪测试时，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杀了莉莉和杰克吗？这不是关于绑架或走失的问题，而是直接指向谋杀。丹尼尔回忆，我的压力爆表，身体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测谎结果显示他通过了测试，但警方的问题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们从第一天起就怀疑这不是简单的失踪。与此同时，马来亚的行为也开始引发怀疑。失踪当天，他被邻居珍妮看到站在路边，手持手机，神情慌张。珍妮回忆，马来亚看起来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更奇怪的是，马来亚在失踪后1天内突然拉黑了丹尼尔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此后，他再未公开露面。丹尼尔在社交媒体上的语气从浪漫的"我会是你遇见瀑布时的那个丹尼尔"逐渐转为愤怒。马来亚，
你逃不掉真相，我会找到你。皇家加拿大骑警的重大犯罪小组迅速接管了案件，调查规模在诺瓦斯科舍历史上堪称空前。11个警局部门参与，包括重大犯罪、数字取证、测谎和警犬单位。警方收集了500多条公众线索，进行了54次正式访谈，审查了数百小时的监控录像。然而，线索稀少，直到一个关键证据出现：莉莉的粉色毛毯。这件毛毯被发现时一分为二，一半在马来亚家中的垃圾桶里，另一半在7公里外的 ATV 小道上。DNA 检测确认，毛毯属于莉莉。这一发现让案件从失踪转为犯罪阴谋。警方开始追查毛毯的路径，询问谁会带着莉莉的毛毯进入森林，并故意撕成2半。答案指向了马来亚。警方调取了 ATV 租赁记录，发现5月1日晚9点30分，一辆 ATV 在小道附近被租用，而手机信号塔数据显示，马来亚当晚午夜时分出现在距离小道仅20分钟车程的区域，尽管他声称自己当时不在省内。他的说辞漏洞百出，没有航班记录，没有酒店收据，没有目击者。警方迅速搜查了马来亚的租车，在后备箱中发现了惊人证据：一双沾满泥土的粉色袜子，一块带有杰克 DNA 的半支燕麦棒，以及一撮与莉莉毛毯纤维相同的金色头发。独立取证专家断言，这些证据不可能是意外转移。更令人震惊的是，数字取证小组破解了马来亚手机上的加密语音备忘录。录音中，他反复说着：“他们走了，没人会再来这里搜查和让他们保持安静，直到救援到达。”声音分析确认，这些是马来亚的声音，每一次录音都比前一次更冷静，仿佛在高压下排练。另一组匿名送达的 USB 录音被称为珍妮录音，捕捉到一名家族熟人低语：“天黑后处理证据。”这些录音成为案件的核心证据，但警方未公开，引发了更多猜测。监控录像进一步锁定了马来亚。5月2日凌晨，狩猎摄像头捕捉到一个蒙面身影提着行李袋走向 ATV 小道，袋子的颜色和形状与马来亚车内的行李袋一致。无人机夜视镜头发现了2个小脚印，证明孩子曾短暂出现在小道上，但很快被带上车。目击者补充了细节，一名邻居称看到马来亚深夜离开，靴子沾满泥土，另一人听到深夜引擎声。这些证据拼凑出一条精确的时间线，直指马来亚策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行动。 It's been 6 weeks now since you've seen Lily and Jack. I just want to ask, how are you holding up? It's been a long 6 weeks. I know that everybody basically in the world at this point is always wanted to know what happened. It's been from sadness to anger at this point. And I know the RCMP and Major Crimes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rying to piece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I'm grateful for that. But it always leaves the question, 6 weeks has gone by, and we know at this point they're not in the woods. And where are they? Did you feel in the beginning that they suspected you? Of course. The stepfather was always a prime suspect right off the beginning. You felt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Yeah. But you don't feel that now? No, I don't feel that at all. I asked for the lie detector exam, the polygraph exam. I gave them my phone. I told them do drug test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rumors online. 案件的转折点出现在7周后，达伦·盖茨，一位与马来亚有亲属关系的挖掘生意人，打破沉默。他宣称：“我1000%确定，莉莉和杰克还活着，他们被马来亚的原住民亲属藏匿，可能已不在诺瓦斯科舍，甚至不在加拿大。”达伦声称，他的消息来源非常重要，知晓一切，并表示马来亚因与丹尼尔争吵，情绪失控，向亲属抱怨。他的一群年轻朋友决定帮他摆脱困境，却做出了错误决定。达伦还原了5月2日清晨的场景，马来亚为孩子们穿好衣服，带他们到路边，交给一辆车。他80%确定知道司机是谁，但计划出了意外。邻居珍妮意外出现在路边，质问马来亚：“你做了什么？”马来亚惊慌失措，未能完成后续计划。达伦警告，如果孩子们还活着，藏匿者正感受到压力。如果他们惊慌失措，可能会伤害孩子。现在是时候把孩子们带回光明。
马来亚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达伦的说法。6月底，他突然违反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命令，带着婴儿梅朵从母亲家中逃往舒巴纳卡迪原住民保留地。他的母亲试图阻止，但未能成功。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立即带走梅朵，马来亚则彻底销声匿迹。丹尼尔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责马来亚知道一切，他逃跑是因为真相要暴露了。皇家加拿大骑警的反应迅速而果断，他们假设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行动，案件从失踪转为重大犯罪。马来亚被拘留，面临妨碍司法、危害生命和犯罪阴谋的指控。警方获得多份搜查令，搜查了包括一间偏远小屋在内的多处地点，发现了儿童维生素和一幅标有杰克和我河边的自制画。马来亚的辩护律师试图以精神压力和证据链争议为由辩护，但 ATV 记录、车内物证和加密录音形成了铁证。截至2025年7月29日，马来亚莫里已被拘留，案件进入预审阶段。皇家加拿大骑警对他的指控包括妨碍司法和犯罪阴谋。法庭颁布了出版禁令，限制案件细节的公开报道。马来亚的辩护团队试图以他的心理状态，包括可能的产后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减轻罪责的理由，但检察官认为证据链清晰地指向他策划了孩子们的消失。另一名疑似同谋珍妮录音中的声音尚未被公开身份，但警方表示逮捕行动即将来临。达伦盖茨的爆料虽然为案件提供了新视角，但他的孩子们活着的说法尚未得到证实。皇家加拿大骑警正在联合儿童保护机构和搜救队，使用声纳技术和地面穿透雷达，重新搜索 ATV 小道附近的排水沟和废弃井，试图找到更多线索。社区的愤怒和悲伤达到了顶点。贝琳达·格雷在直播中泪流满面，我不想相信他们已经走了，但我的心告诉我他们不在了。他在镜头前恳求，如果有人知道什么，请说出来。社区在沙利文家门外摆放了毛绒玩具、蜡烛和手写便条。烛光守夜活动上，母亲们紧紧拥抱自己的孩子，为从未谋面的莉莉和杰克祈祷。莉莉和杰克沙利文失踪案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家庭、社区和系统的裂痕。这起案件揭示了家庭暴力的隐秘角落、儿童保护系统的漏洞，以及社交媒体在真相与谣言之间的双刃剑效应。马来亚的行为，无论是出于保护孩子的本能，还是掩盖罪行的绝望，都指向一个事实：他感到无路可走。科迪·沙利文的犯罪历史和儿童保护服务的介入表明，这个家庭早已在崩溃边缘。而达伦·盖茨的爆料虽然充满希望，却也提醒我们，时间是孩子们最大的敌人。皇家加拿大骑警的沉默策略虽然保护了调查，却也让社区陷入猜疑的泥沼。TikTok 上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 Reddit 上的阴谋论，都在放大恐惧和不信任。当官方信息缺失，谣言便成为真相的替代品。案件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关于2个孩子的失踪，更是一个关于信任、责任和正义的故事。我们必须问自己，如果莉莉和杰克还活着，他们在哪里？如果他们已被伤害，谁该为此负责？这个案件提醒我们，沉默可能是罪行的帮凶。每一天的拖延都可能让真相更远，每一次的猜测都可能掩盖真相的光芒。莉莉和杰克、沙利文的故事还未结束，无论真相如何，我们欠他们一个答案。请在评论区留下你对孩子们的祈祷，分享这个视频，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名字。因为在诺瓦斯科舍的森林深处，2个孩子的声音仍在等待被听见。